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那身武功是替身还是真练家子？扒开武侠剧的最后一层滤镜。昨晚刷到莲花楼一段打戏花絮，程毅吊着威亚在空中凝身劈剑，那叫一个行云流水，弹幕炸了，全在刷这没10年功底我都不信。我也跟着愣了几秒，脑子里就一个问题：这年头还有年轻演员肯下这种笨功夫？讲真的，内娱古装男主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，大家心里都门儿清。10部里有8部打戏全靠慢动作加特效糊脸，再配上演员那张我好帅但我好累的僵硬脸，看得人脚趾抠的。有时候我甚至怀疑，是不是剧组把武术指导的预算全拿来给男主买半永久装发了？所以当程毅拎着剑带着风杀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好帅，而是这怕不是用了10个替身加800层滤镜吧？这份怀疑真不怪观众，实在是被 PPT 武打伤得太深了。但你仔细扒他过往，会发现这身手还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他的老底儿是舞蹈。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少，但很多人没想明白舞蹈和武打到底有啥关系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舞蹈练出来的是一种被镜头偏爱的身体叙事感。普通人，你让他做一个腾空转身，他可能只想着跳起来，转过去，落在镜头里就是个笨拙的影子。但程毅这类有舞蹈底子的，身体是有记忆和语言的。威亚一拉，他本能的知道怎么用腰腹核心去控制姿态，怎么在发力的一瞬保持脖梗和肩线的舒展。你看他打戏里有大量旋转、腾挪，那不是蛮力硬憋，而是一种肌肉记忆下的写意。说白了，舞蹈给了他武打最缺的那点美和气，让他的动作哪怕在高速剪辑里都透着股连贯的韵律感。不过咱们也别吹过头了，舞蹈是底子，可不是万能药。真要论实战，他肯定打不过专业武行。他那身让观众尖叫的功夫，更多是戏外死磕出来的。我听过一个圈内朋友聊莲花楼的拍摄，说程毅这人轴得很。一场重要的竹林打戏，武术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连招，导演都说可以用替身分角度拍，省时省力。他不干，非得自己一遍遍过。结果就是别人收工去撸串了，他还在竹林里跟武指老师互相折磨。一个收剑入鞘的动作，角度差一点，力道缓一点，感觉全不对。他能反反复复练到半夜，就为了最后镜头里那0点几秒的飒。这种轴在现在的剧组里简直像个异类，别人都在琢磨怎么用最快最省力的方式交作业，他偏要回到最原始最笨的方法，用身体去记住每一招，直到它成为本能。所以你看他的打戏，为啥少有那种剪得稀碎的镜头？因为他真能给你从头到尾来一套，导演舍不得剪啊。这种连贯的真实，才是观众觉得他会武功的终极原因。当然，咱们也得客观，再厉害的演员，也干不过现代影视工业的魔法。威亚设备更先进了，能做出更反重心的飘逸动作，后期特效也能抹掉钢丝，让人真像在飞。这些技术，程毅也用。但问题的核心在于，他是用技术，而不是靠技术。技术是帮他飞得更高更美的翅膀，但他自己的先有那双能跑的腿，不然给你安上火箭推进器，你也只能在空中打滚，成不了侠客。现在很多剧就是本末倒置了，演员像个提线木偶，所有美感和力量都指望后期 PS 上去，那能好看才有鬼了。聊到这儿，我觉得程毅到底会不会武功已经不重要了。观众纠结这个，本质上是对真实和敬业的一种渴望和呼唤。我们哪是真的指望演员人均李连杰啊？我们要的
不过是你批那一件时，眼神里有杀气；你收招时，背影里有故事。程毅的武功，恰恰是演出了这份侠客的神。他让我相信，那个叫李莲花的男人，曾经真的天下第一过。在这个替身比主演还忙，绿幕能代替一切实景的时代，他肯流汗，肯花时间，肯去琢磨一个剑花怎么挽才漂亮，这本身就算是一种快失传的内功了。最后想起一句有点操但挺在理的话，有些人的江湖在特效里，有些人的江湖在拳头老茧和威亚勒出的淤青里。观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。